今天我们来玩这台 Primus 这个 WPN 的新机器。其实我在2年前我就看过设计图了，我就很喜欢，一直等了2年终于看到实际了。今年咖啡展看到，我们先预热边预热我们边聊好了这个不要留了。它这个预热其实会蛮快的，因为它这个机器里面有个锅炉，不会很大，大概0.8公升。冲煮头有一个加热块，然后蒸汽有个加热块，对不对？它需要瞬间的能量嘛，对不对？它这个加热块有动作，这个加热块也会动作，所以你可以萃取跟蒸汽同时运作。然后由于它预热锅炉也不大，所以它其实预热时间不会很长，3到5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配件箱里面有什么好了。配件箱里面有根水管、小的粉杯、逆洗的粉杯、单份的粉杯，这个是20克的，16、18克，这是单份的。我们当然是用最大的然后它有附一个把手，它把手分流把嘛，两边的。这个管子怎么用，待会跟你们讲。盒子里面还有清洁刷这个是蒸汽头，然后有一个填压垫在里面。它这个水箱不是在这吗？其实是没有压力就进去的，因为它是靠齿轮棒子把水抽进去。这个管子呢，就是可以让你接到，比如说你有一个大水桶，有没有？这管子插进去，它会把水抽，用抽的。你不可以给它有压力的水增加机器额外的压力，它就反而会有问题。没有压力的水直接进去，但是水质要过滤过的。那设定这里可以改。比如说语言，我可以有英文、繁体中文，那我们当然先用繁体中文。然后机器设定，拨杆，这是清洁模式。然后历史记录，待会看。压力曲线呢，它本身有给你几个压力曲线。我们随便找一个来玩一下好不好？说经典浓缩好了，它就跳出这个，然后你只需要按一个按钮，这里，它就会开始按照这个曲线走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它那个曲线很有趣？不是阶梯式的，它是缓缓接上去的。这是它齿轮棒可以变速的一个特色嘛。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做你自己的曲线。下一个我们来做这个横压模式好了，几个8，横压9个8，然后预浸多久？你可以选秒数或者是选毫升。如果你陪度越浅，可能要越久一点。那我们3秒就好。先准备豆子。上次我们开那个 Konos 不是说它接粉碗很难用吗？它现在换一个新的出来了，然后下面可以转开，你要清洁是可以的，而且它有附这个小秤子，这是称重模式，你按2下，它这边出现1的时候就是浓缩模式，当它发现重量不改变的时候，它就会停下来告诉你几秒做了几克。当然你可以直接放握把上来，滤镜一下下3秒。然后压力就上来双份浓缩这样就做好了，对不对？它有一个出水模式，最左边有个水滴的按钮，按下去它这个下面会出水，这样就没事就做好了。来，制定一遍要怎么设呢？很简单，预镜我要3秒，你也可以设几毫升我们设3秒时间。然后呢，第一段压力不要太大，5个bar 5秒，然后按一个加号，可以切分，然后压力飙上来9个bar，还是更大一点，12个bar，一点点，一下下，3秒，再来呢，再加一个，不要太大，压力太大了我们突然又降回来，降到8个bar 5秒，这样总共13秒了，对不对？再加一个。我们最后用小压力收尾，小压力5秒，这样子 ，OK。所以它曲线会这样，然后按，这样就曲线做好了，对不对？这很简单，就按 play， 它就开始追上去超级大的力，有没有？然后降回来。有没有？最后一点点，慢慢的收尾，时间到它停了，18秒。然后这边不是有我刚刚设定好的吗？可以存起来，可以取个名字。
每一只豆子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冲煮的曲线，有没有？还有一个叫半自动变压，先有2个，我们这样子顺序，它分4段，先3个bar，再来呢6个bar，还是我们要高一点比较看得出来，12个bar，突然飙上去，然后突然降下来1个bar，慢慢把它做完。这个是冲煮键嘛，按下去，按一下它就会走第2个，再按一下它会走到6哦。再按一下，它12冲上去哦，哇，好凶哦！再按一下1，马上掉下来，很好玩哦。它会帮你记录起来，半自动做了32秒。当然我们这时间超过，主要让你们看，说它是这样操作的。接下来呢，手动变压是我最喜欢的。这边有一个设定是9个bar，对不对？9个bar代表说它最大压力可以到9个bar，最高到12，那我们用9就好了，然后储存。前面呢，全自动啊、半自动啊这些拨杆呢，它都是相当于开关，就是拨过去它就开，拉回来它就关。那手动变压就是真的用到这根拨杆了，就是你越往后，它的压力给的越大。它目前冲煮头压力，比如说现在是3.4，但是出来的实际压力是1点多，所以他们要想办法跟上哈，跟上以后，跟上了我们再往上推了，推到9。然后就是萃取19秒过长了，关掉，然后它会帮你储存起来。好，如果你很满意的话，这边有一个储存，就说，在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压力曲线里面，就会出现一个我的设定。之后我可以再做一杯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叫出来，直接按冲煮，它就会用一样的压力去做出一杯。你可以想说，历史记录就是我们每次冲煮完的暂存。如果你很满意，你就把它放到压力曲线存起来，以后可以用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蒸汽啦，前面不是有讲它里面有个预热锅炉，然后这个各有个加热块，所以它应该是按下去马上就有蒸汽了，有没有？而且可以同时使用。这边在萃取，这边在同时，好，蒸汽的部分其实是可以调的，设定机器设定蒸汽的功率，我们可以，它有7个层级可以设到7，储存，然后按，给你看蒸汽会不会很猛，很强哦。爆炸的，对不对？那再设定，如果很低呢 ？Level 1，这个就是可以调整根据你个人手感，但是我觉得7有点太大了，我们用5就好了。那来做一杯拿铁喝喝好了。我个人喜欢无底的，所以我有准备一个我自己的无底的。不，等它压力追上来，我们就推。出来了，推，哇哦！好了，这样，按照惯例啊，先讲缺点，再讲优点啊。这个 Primus 是缺点是什么呢？他们这个把手呢，跟一般161的把手不太一样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格，所以你要买握把的话，你只能跟这个 WPM 买。但是粉碗你可以任选，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，里面的粉碗是跟一般58通用的，这是一个缺点哈。再一个缺点是，它没办法自动进出水哈，接着那个有压力的水管那个不行，你只能接水箱。然后它这个底盘呢，只能拿去用倒的。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上面一般我们会放这个温杯区啊，那它都没有围栏，你知道吗？空的。
那你杯子放上去有可能就跑掉。它这个烤漆其实是会有点刮到的啊，这个，所以上面这一块空间怎么去改，这可能看大家的创意不一样。这个机器呢，目前我们台湾这边只有引进220伏特的。我会觉得是说，如果你很喜欢玩的哈，你应该买个变压器哈。但是它这台功率比较大，这台功率是2650左右，所以你要买变压器要买大一点的，3000瓦的，就这个缺点了哈。然后110的会做吗？也许会，但是短期没有。好，就是目前就是220的，它中间这个预热的水箱不大，所以它开机蛮快的，3-5分钟。优点蛮便宜的，你看哦，刚刚这些功能全部加起来哈，5万块台币，你可以这个手动细腻的玩，也可以按一个按钮自动拷贝之前的曲线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来呢，很小，宽度才多少呢？23公分，深48，高39。这我觉得如果是小店家的话，也很适合。你设好曲线，触杯是蛮方便的。然后个人的话，我喜欢那个手动的功能啊，如果我很喜欢，我还可以存起来的，下次再继续用。就操作爽感也有，方便性也不错。就这两个有兼具的话，比较少看到机器是可以这么做。萃取跟蒸汽同时使用，我觉得很棒。那有些机器如果它功率不够的话，你是萃取完，蒸汽需要等哦，等个3-5秒，浓缩就凉了。这台机器呢，2年前我都看到设计图，我就很喜欢，果然是没有什么让我失望，好不好？这 Primus 厉害哦！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啊！下次见，拜拜。这样我们做几秒呢？这个曲线我们就可以把它存起来，叫做冰美式曲线啊。总共花了45秒。嚯，蛮好喝的。